好，欢迎收看温度手作的频道。如果是新朋友，这是一个关于编织和手作大小事的频道。我是 Vivian，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是老朋友，也非常感谢你们再次回来这里收看我的影片。有了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才有动力来拍摄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Hello，大家都好吗？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我总是觉得台湾的手作人好幸福哦。因为除了我们本来就会有的每个月固定的手作市集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大型的手作展，比如说前阵子的布博，还有刚刚才结束的亚洲手创展。那透过这种大型的手作展，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很快的就吸收到一些新的海外作家的商品讯息，然后新的素材，还有一些他们不同作家的行销方式和包装方式，真的是很棒的活动。那这一集的影片当中，我除了要照例跟大家分享我目前编制的一些进度之外，我主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在亚洲首创展当中，由 Knife Gallery 从马来西亚带领过来的其中一个品牌，它是 O&R。那这个品牌是由我的好朋友小薇和他的其他几位作家朋友一起创立的品牌。那这次的访问呢，我们也很特别的可以在台北市一家非常有意思的东南亚独立书店里面进行。我们也有访问了这间书店的店长，所以在影片在我介绍完我的编织进度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的欣赏这两段访问，希望大家会喜欢。OK，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先看一下我这一次完成的作品，有一件，相信大家在 IG 已经看到我照片的朋友，应该就不会很陌生，就是这一件由 Helen Stewart 在她的秘密花园团支里面的第二件作品，就是这一件 Ivy Over the Door 啊，我放反了，应该是这样子。这件披肩，它真的很美耶，就是因为它是秘密花园的主题概念衍生出来的作品，所以看这边就会有窗户的蕾丝图案，然后伴随着不断延绵的叶子的 pattern，真的是很美的一件围巾一件披肩。然后你看，不管我因为前2天真的很冷，所以我就有把这件披肩拿出去使用。我是这样子用的，然后我把它打开来，然后如果我刚好手上有带着胸针之类的东西，我就会比如说像这样子就把它别在上面，然后或者是我就直接把它打一个结，然后围住我的脖子，因为我脖子很容易风一吹然后就受凉，所以这个披肩真的很好。你看这样子，光是这样子围住，我就觉得很温暖。然后你看，简单的这样打一个结，这样子很好看，真的是很实用。或者是因为它很大一件，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怕头着凉，你也可以就是这样子包着头，这样子也很好看。或者是就纯粹的像黑人一样，就是围着，就是它的颜色很耐看，然后又很舒服。那这一次我在 Ivy Over the Door 这一件披肩，我使用的线是 Meadow Yarn 的线材，然后他们是专门为这一个团织这件披肩的活动做出来的颜色，真的是很美。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会把相关的资料连接贴在影片的下方，然后大家再慢慢的去看这样子。然后我使用的密度其实跟织图上的密度是一模一样，但是我有点忘记了，我会再补充在这边给大家看。然后我使用的针号也是跟织图一样的4mm的轮针，真的很不错哦。
真的很喜欢。那我这次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作品，只有一件，目前只有一件是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Helen Stewart 她 Knit Vent 2018的团支活动，然后它是叫做 How Quiet Hat， 然后我织的尺寸是大人的尺寸，因为我这次的线材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 Dream in Color 的worsted weight 的线，因为它比较粗。那织图原本它使用的线材是 fingering weight， 我讲错了，是 DK weight 的线，然后它是建议它的密度是20针，然后32排，然后建议针号是3.5 mm 的轮针，还有4.5 mm 的轮针。那针号我其实是跟它一样，用一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帽檐是用3.5 mm， 然后之后也会换成4.5 mm， 但我这一个帽子其实是要织给我的外甥戴的，那因为它的线我是用比较粗的，所以我没有织小朋友的尺寸，因为我怕它会变得太小，所以我就是一样用大人的织图。然后这就是我目前的进度，这样子很好看。好，那这就是我目前编织的2个进度，然后我接下来应该还会再织其他几顶帽子，那就看我的时间分配如何咯。接下来就请大家收看2段刚刚前面提到的访问咯，希望大家会喜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影片。那我们这一集有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从马来西亚的来的作家，叫做小薇，然后他的品牌是 O&R。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趁着这次小薇来参加亚洲手创展的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品牌和他的作品，这样子。大家好，我是小薇。我这一趟来台湾是参加亚洲手创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其实是很开心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到台湾。我本身在马来西亚是从事设计的行业，我本身也是一个讲师，对吗？这边是这样子说，讲师。O&R 是我跟几位朋友一起在2007年年尾创立的一个品牌。那为什么我比较想要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小薇是怎么样一开始接触这样子的手作，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 O&R 这样子的品牌名称那个名字好可爱， 对吧？对，因为很多人也是有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 comment， 他们觉得那个名字很有趣。其实一开始就是在2007年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基本上假如你逛一逛的话呢，你所看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型的购物市场shopping mall， 然后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呢，所有的品牌都是来自外国进口的品牌，然后你会发现到就是每一家的购物的商场，他们就商品都一样，都很像，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些比较有个性化的产品。那时候我和几位朋友，因为我们从事设计行业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就想到可不可能就是通过我们自己对设计的一些想法，还有制作一些带有马来西亚色彩的作品，然后就分享出去。刚开始基本上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商品，然后也有去通过旅行的时候sourcing，就是在旅行的时候截取一些新的灵感跟新的素材这样。对，就在那个跳蚤市集
卖我们的产品，展示我们的产品，因为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文创市集这样子，这个是一开始的那一个想法。至于那个名字 O&R 呢，其实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有一个品牌名字，它是不会局限在语言文化背景，所以最好它就是任何的一个顾客来自不同的国家，它都有同样的连接，就是跟我们的产品有同样的连接，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个惊喜的概念来置入在我们的产品名字，就是所以就是看到你的东西有很多的惊喜，很多的 surprise， 对对对。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的喜欢我们作品的人呢，他们一刚开始他们不明白我们的一些作品设计的概念，然后当我们跟他分享我们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就是明白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你拿着它的时候，你会真的会有那种那种感觉哇！然后就是比如说作者在跟你解释说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而且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机会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顾客分享我们的品牌故事，就是这个是一个开场白，他通常都会问，怎么你们有一个这么有趣的名字？对啊，因为我一开始我也只会想说是不是要念 OA， 对 OANAH 这样子，然后不知道他要怎么念。然后你可以想象把它变中文啊，那个 O 跟 R 也可以，蛮有趣的。那现在你们品牌总共有几位作家在做创作？刚开始我们是5位，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是还有2位，包括我在内呢，比较还在很努力的去推广这个产品，还有在继续研发新的作品。其他的作家也还是会一起参加讨论。对，在制作上他们就没有下手。他们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新的设计概念啊，我就会分享给其余的3位 partner， 然后拿他们的意见。那真的也还蛮不错的。然后所以现在你们就是他们就是剩下你们2位就是专心的在主力在做这些东西。对。我真的觉得做手作很辛苦做手作很辛苦，因为你要坚持下来，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段道路。对，而且我们也是以业余的形式来经营这个品牌。对啊，因为像如果我现在同时也在做上班族的话，我可能下班根本没有那个力气再去做我的创作。对啊，所以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很热爱。对，我觉得那真的要有很特殊的热情、热血在里面。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的产品的种类。好啊，我们基本上有的种类范围蛮广的。我们有文具，我们也有就是家居的摆设，我们也有就是那个装饰品。我们也有那种包包，我们也有这个 art print， 就是海报，就是插画、印刷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没有局限在特定的品项，就是其实你们只要有 idea 都会做任何的东西。我们品牌主要想要推广的，甚至是想要分享的是比较倾向在内容上能够呈现出马来西亚的那一面的那方面的故事啊、内容啊。然后呢，它就可以是延伸去不同的那个，就好像文具类也可以，装饰品也可以。原来如此。那因为这次小薇她来参加首创展的关系，她有带很多量的那个商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我想要请小薇先选一个她觉得自己最热爱的其中一项作品，就是故事性可能是最高，然后让他最有感觉的一件作品。好啊，其实全部我都很喜欢啦，但是就有其中1-2个作品，我个人是蛮喜欢的。这个吧，这个，其实这个呢是这个部分是陶瓷，然后这个部分呢是木头。其实这个系列呢，它本身可以是一个装饰品，它也可以是这个放名片的夹子，或者是照片类的都可以。
我本身很喜欢这个系列，因为它很具代表性，它对我们刚开始创造 O&R 这个品牌的那5位我们的 partner 呢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因为我们在创作 O&R 的产品的时候我们都想尽量的表现出马来西亚很美丽的那一面这一个产品它本身的系列名字叫做四不像与他的朋友们，很长的一个名字，所以基本上它不是单一的，它就这一群朋友们都是叫做四不像与他的朋友们，所以他们每一字都让不同的人联想不同的动物，有些顾客就会说它是一只大象，有些顾客就说它是一只猴子好像在 Pop Up Asia 很多人就问我们它是不是猫头鹰我个人呢就觉得它是很多牙齿的一只小怪兽，所以它基本上就展现出一种很独特的一种 appearance， 就是外貌特别的呈现方式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嘛，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族跟文化，所以当我们在做我们的设计的过程呢，我们有很多的灵感跟元素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呢，它有很浓厚的一种混合的那种色彩在里头包括这个在内，所以我本身是超爱这一个的。我们让大家就是更靠近的看一下，很可爱这个部分是木头的，大耳朵，然后转一圈给大家看，然后上面的牙齿，它就这样子你可以放那个名片，对，然后大张一点的也可以这样子，对，都可以，觉得还不错。这样子真的很可爱耶。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个2个红红的它其实还有一个系列的，就好像这一个同样的同样的一个系列，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们有很相似的样子。同样我们也是用木材这个材质，然后这个部分也是陶瓷，而这一个呢就是那个放名片。那像木头的部分你有特别挑是什么木吗？还是基本上我是从我的家的公园自己就剪但是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一定是要比较尖就是很硬的对当然不能够立刻剪了就用，就是你要把它晒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处理了才能够再用当然真的很可爱。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两个颜色很鲜艳，所以它这一个是花器，就是给那个小小的肉植物多肉植物或者是小的仙人掌，这个同样的也是同样的概念，只是它在设计跟那个色彩方面就有不一样的呈现。很可爱，而且它的花纹真的还蛮特别的全部手绘对好。然后其实小魏他还有更多的商品，就是大家可以到他的网站去看更多的东西。对，那我们今天就没有一个一个介绍了，对，时间的关系。OK，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就是小魏目前近期对他的整个产品然后品牌做的规划，还有可能稍微有一点远期的规划这样子。那近期的话，想问小薇，你现在目前的商品都在哪里做贩售？就除了网站上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那一个销售的 channel 是寄卖，其实网上的销售其实我们不是很 active。一直以来我们有不同的那个online shop， 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全部是手做嘛，然后那个量有一定的有限量，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作品弄了出来呢，我们就要急着的送去我们寄卖的那个 channel， 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个时间去把它放在我们的 online 的 shop。寄卖的部分呢，大部分我们是选择在旅游区，例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我们很多的寄卖的商店，还有另外在马来西亚就是东马来西亚的这个
Kota Kinabalu 那个叫什么，我忘记它的中文叫什么。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旅游区。马来西亚有另外一个岛叫做兰卡威，兰卡威，对，那边也很多台湾人去那里玩，是吗？对对对，它蛮有名的。那边也有。其实之前新加坡有最近那个店家他们打算结束营业了，因为那个店主他生病了，所以他要不然的话，其实新加坡我们也有。还有新山。这一趟我从台湾回去吉隆坡，我会处理另外一个店家，那个是在吉隆坡的一个 gallery， 就是一个画廊。然后还有就是马六甲，3月就会有马六甲，所以基本上我们选择的那个点呢，都是比较聚集在旅游区。那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台湾人的习惯，好像我们会比较想要先用网络销售，然后寄卖我们就会有一点担心说，因为比如说抽成那个趴数的问题呀、等等。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形式，因为我们是 part time。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剩余的时间呢，都是应用在那个创作吗？所以其他的时间不够了，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因为如果你们还要上班，可能没有时间去寄货或是处理订单。对，然后其实经营网络商店，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怎样去 increase 那个 traffic。那个是最花时间，而且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内容跟准备功夫。我们在这方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limitation，一个限制。所以其实那寄卖为什么会想要选在旅游观光区？其实这个是通过我们的经验累积而来的。其实刚开始我们都是走市集，然后市集一般上都是当地的人，然后后来我们有尝试去到做 pop-up store， 就是 pop-up store，有点像快闪店，就是因为做了快闪店，我们就拿到了一些新的contact，就是从不同的这种旅游景点的咖啡店画廊拿到的 contact， 他们就邀请我们把我们的货寄卖在他们的店。但是意料不到的是反应很好，尤其是在槟城。因为槟城的游客我们游客很多，然后有很多欧洲的游客其实很喜欢我们的商品。其实真正就是我们的产品吸引到的那个，从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累积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呢，欧洲的游客特别喜欢我们的商品。可能是因为那个设计的元素蛮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马币很低吧，很便宜。我觉得应该不是哦。我们也不懂，不过很多时候他们买了我们的作品过后，他们都会跑来跟我们就是交流他们都说你们应该要去我们的国家。例如说前一阵子的就是2个从荷兰来的设计师，他就说你们的作品一定要过来荷兰，一定很好卖，荷兰人会很喜欢作品。然后法国的也是，还有北欧的也是，所以我们选择的那一个旅游景点也是有考虑这方面。那因为小薇这次来参加亚洲首创展的关系，我觉得台湾热爱就是这种设计小物的人还蛮幸运的，因为他未来会有机会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点做一些作品的贩售，那我们也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到，就是仔细的看一下小薇的作品，就每一个特别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觉得很开心。其实来这个首创展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马来西亚的 Gallery Ninth Gallery， 他举办一个这样子的手作家的比赛，然后就召集了不同的本地的手作者，就是 send in 他的 application。从中除了是马来西亚的手作家之外呢，他们也有招募新加坡的手作家。从这个比赛呢，就选出10位的优胜者，能够把我们的作品带到台湾来展示分享。另外前5名的
的 winner 就有机会亲身来到这个首创展，我个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会。而且我真的还蛮喜欢你们这次就是10位作家带来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作家的那个特色都不一样，然后产品也都蛮不同的。对，然后那个风格真的是每一个都很有它的就是故事性。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很多可能有一些独立的店家或是觉得对他们设计的商品有兴趣的人，就会给他们一些就是说邀请他们是不是可以来就是我们的店里做展售这样子。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交流真的还蛮好的。对对，而且这一趟的台湾之旅其实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体会跟启发，就是能够从这个机会啊，看到不同的台湾首创者他们怎样去经营他们的品牌，怎样去行销他们的品牌，我其实真的是受益不浅，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啊，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作家他们都是怎么样去有点像是 promote 他们的东西，对，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台湾人可能对你们的一些产品的反应。对，我觉得反应蛮好的，你们摊位都挤很多人。我至于我的产品呢，还有待改善。不会啊，他们就很爱拍照啊，就一直拍照拿名片。我觉得已经是我达到你的目的了。对对，然后再加上通过这一个展览，我们就拿到了一些新的 contact 所以我们也应该是明年有机会把我们的产品在台湾销售的，所以其实是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像我自己逛首创展的那种经验，就是不管是市集或者是这种大展，像之前的布博也是，我其实不见得我会真的去购买，可是我会慢慢看，然后我觉得不错的东西，我就会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进一步的去，比如看他们的网站，然后去了解更多。有的东西我甚至事后我其实会去做网络的购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蛮多台湾人会也是像我这样子。是吗？所以要一些时间去了解那个品牌。对啊，我觉得就是有的人就是冲动购买型的，然后有的人就是像我这样子，就是会想要深入了解型的，就是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对，其实我在这一个台湾首创展其中一个体会很深刻，就是你一定要分享你的品牌的故事。我觉得台湾人很注重就是品牌背后的那个想法，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深度的消费者。所以这个是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体会了。对啊，因为如果你只是买一个空壳的话，其实模子罐一罐就是那种文具店很多类似的东西。就好像有一个我们的顾客就是在这个文创展的，他就跟我聊了好久，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其中我们的一个书签的设计概念，它是沿用它是沿用槟城的那一个就是旧店屋做一个设计主题，他超喜欢我们的设计概念，他甚至是还要去了解那个设计里面小小的细节。对啊，因为很有趣，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东西它有背后的一些文化历史跟就是特殊的感情跟故事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想要珍惜那个或是收藏那个东西。我还给他打折，他还说你不应该打折啊，你从马来西亚那么辛苦的过来，我觉得很感动。有机会认识到这样子的顾客。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个人是还蛮想要了解一下小薇对你目前的工作的情况，然后创作的情况，还有你整个品牌的期待。可能比如说你近期打算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比如说找更多的寄卖机会，或是有什么想法，然后比如说未来，比如说5年后、10年后，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想要把这个品牌带入的方向？这样子。我能够分享的是比较短期的一些展望，长期的展望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还没有敲定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基本上从台湾回去过后呢，我将会要处理一些寄卖的新的点的工作。
然后其实这一趟来台湾，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产品的那个品质的改善还有提升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1-2年内将会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工作要去处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行销的一些概念，行销的一些点子啊，例如怎样在你的行销的柜台能够在没有作家本身的情况下能够讲他的故事，然后你的成色要怎样能够把你的品牌的那个形象展现出来，我想在这方面再下点功夫。还有就是其中一个是就是2019年，其实我想做一个个展，其实有在洽谈之中，有另外一个 gallery， 它本身对手创就是 handmade 有很多的日程，它很 support 我们马来西亚一些比较 independent 的 handmade artist， 所以他其实有跟我接触，然后我们正在洽谈着，所以我希望这个个展能够推动我去继续提升这一个系列的，就是可能它的造型会更大，然后可能它是比较 artistic 的那个角度切入，然后做一系列的作品那样。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嘛，就是那个网上销售，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有不同的网站，但是我们都有时间的限制去经营那个 traffic， 怎样就是把 traffic 带进了网站。所以其实2019年我跟我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说，就2019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所以这将会是短期很明确我们要做的要处理的一些事情，但是长期呢有太多想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 at this point 是 keep it open， 然后就尽量分享 O&R 的故事， O&R 的想法，然后从不同的人的接触来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 decision， 这样子。那你们比如说，因为有时候当你创作的媒材比较多种类的时候，因为其实像 O&R 的商品其实很多种类，那你们有想过就是未来比如说会专精在某几样的，比如说像你就是更多的陶瓷制品，或是更多的饰品之类的，就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经常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把刚开始的那个种类更繁多，我们其实已经有变少了有但是接下来我个人本身比较喜欢陶瓷的这方面的素材，所以我将会在这方面继续做那个创作。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他本身就比较是在这个插画，还有他喜欢木的制裁，所以他可能会朝那个方向继续去做他的创作。至于现在已经有的产品呢，我们可能会去规划，就是不同的点它比较适合哪一种商品，我们就不需要所有的商品都放去一个点，我们打算这样子的形式来进行。所以就是针对不同寄卖的地方，针对性，对，就是只销售那样子的东西，这样子。不然的话，有时候它会就是很 confusing， 所以找不到一个重点。换句话说，就是你们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你们还是会继续生产？会 ，OK， 会，但是当然，假如有一些研发出来的那个整个拿到的那个反应不是很理想的话，当然我们也会从中把它给删掉。所以，那你刚刚提到的个展会包含原来的商品吗？就是不会，就是全新的创作。那个个展，我个人的想法是想要从这一个系列拿到一些启发，还有就是那个压花。压花，对，压花。其实我来台湾之前有做了一个小小的展览，然后我趁那个机会去推，就是 push 自己要出一个新的系列。那时候我就跟这个压花 press flower 做一个就做了一些试验，感觉蛮有趣的。对，好像就会看到。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就是自然的素材，所以应该会朝这个方向。
走下去。OK，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好多东西很想聊，可是没有办法全部都聊到，然后可能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到没有聊到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或是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也可以就是在影片的底下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会请小薇就是回答大家这样。对，一定会。或是呢，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小薇又可以回来这里。哦，我当然希望啊。然后我们就在做第2次的访问，然后就是可以再聊聊更多他的一些近况，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回去马来西亚之后再回来的一些发展变化。对，好啊，一定。非常谢谢 Vivian， 多多支持 Vivian 的管道，谢谢，然后也支持小薇的作品。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大力的支持。然后如果不了解，就是各种。应该是说，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的故事，然后只要你们带着好奇心去多了解一点，你们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的美好，这样子。对啊，而且你也可以假如你想对马来西亚的手作那一个圈子有更多的认识你也可以留言给我。对啊，我尽量可以回答的我都会分享。对，而且。从上一次我访问雪薇，就是也是马来西亚的插画家，到现在小薇她是马来西亚的手作家，那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 Vivian 跟那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这么多，这么有缘？对，这么有缘分。那一方面就是当然是很恰好的缘分，另外一方面是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因为其实我们有着部分共通的语言，就是我们可以懂，甚至比如说广东话对，或是客家话，对，可是很妙，还有闽南话，就是其实我每次去马来西亚都觉得我很像没有出国，就除了尤其是槟城，对吗？对，然后就很有趣。然后因为他们太多不同的种族，像印度，然后马来人，当地的马来人，然后华人香港人或是其他，就是很多的移民。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像移工就是在马来西亚境内的这些元素，会创造出很多很奇妙，比台湾还要丰富的东西。我会觉得有时候台湾就是有点太单调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多交流。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还蛮喜欢，就是在之后可以再多深入的去了解马来西亚还有怎么样的作家，像我们今天背景，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这是到底什么地方？对，其实呢是很妙的，在台北市坐落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书店，然后它是新马对，新马的书店，然后它是有点像是小书房一样，它是独立书店，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棒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作家就是出版的书，然后诗散文小说等等的。就是还蛮有意思的。然后等一下呢，我会请店长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分享一下这家书店这样子。多多支持。今天就谢谢小薇咯。不客气，谢谢 ，Thank you， 拜拜。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台北市有一间很特别的独立书店，它叫做季风带书店。然后我们今天来访问这家书店的店长。我是关廷，大家好。那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当我发现原来其实在台北市有一家这样子的书店的时候，会好奇说为什么店长会想要开这样子东南亚书籍的书店？其实就当时我们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想了一阵子啦，所以我们动作很快，8月找到这个地方就决定在这里了。不过主要是因为台湾好像对于东南亚的事情好像很难去吸收到这些资讯，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人做，那我们来做吧，就这样子，对啊，简单的概念是这样。OK， 对啊。那我大概我的理解就是一开始你们好像有一个自己的杂志，对，所以是因为
你们一开始办那个杂志，然后引发到现在变成一间书店。是。那可以聊一下那个过程吗？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创办人是林伟弟先生，那他国小在台湾读，所以他国小毕业以后回去马来西亚了。那当然，因为他的中文是在台湾学的，所以比很多马来西亚人他的中文是好的，但是也有一点点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台湾人吗？所以他很小就开始经历这个有点像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但是也是因为因为我是他国小同学 ，OK， 对，所以变成是我们在联系的时候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台湾人好像对台湾以外的地方真的很不了解。对，那他创办杂志也是因为他中文比人好，比马来西亚的人好一些，所以他写作，当然他也自己有一些天分，所以得奖了以后呢，就有一些前辈就说，马华文学好像需要有人来推广。那既然你是新生代，那你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就成立了季风带杂志。哦，原来是这样。对，先这样子开始。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2016年的时候，6月成立了第一创刊号，对，以季刊那样行动这样子。OK。那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是在算是大安区。对。然后在六张犁捷运站附近，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还有后来他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附近一带活动。对，所以其实对这个地方我们有感情。其实也是地缘关系。是，对啊。我了解。对啊。那要不要请店长介绍一下最近书店，比如说杂志成立之后到现在书店，那你们在目前这几年的规划，还有未来的一些想法，是如何推动，比如说马华文学或是其他华语的一些作家这样子？其实我们希望就让更多人认识东南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这个月就办了2场，像11月19号的星期一晚上，我们邀请了新加坡工人党的陈嘉喜先生来分享他对于台湾6都大选的一个看法。很有趣的感觉。对，就等于是从一个新加坡人，我们台湾很羡慕新加坡人啊，很羡慕说，他们可以国家派钱给他们嘛，对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政府太废了，这是我们的想法。可是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台湾是个很民主的社会，因为所有华人，我们讲中文的地方，能这样子选总统，好像就只有台湾了。好像是对啊，马来西亚可以选总统。可是他们那边有种族的问题。对，新加坡可以选总统，可是他们有一点一党独大，有一点点那个感觉。所以就变成是说，台湾其实是个很民主的社会咯。对，那我们更不要提说，那中国大陆连选举都不能选，所以他们来讲，华人社会里面，台湾是民主的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对啊，这样讲好像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生态真的还蛮特别的。对啊，当然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在国中还是高中，和我们创办人林伟弟先生在聊的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每次选举都要经历一次，还蛮烦的。对。可是他就会讲说，你们至少可以轮替，知道吗？所以我们想要借由一些活动啦，像11月26，也就是以现在录影的明天，不是明天，今天24号，今天24，后天，对，后天我们就办了另外一个，是一位何泽文先生，他自己就是在大学毕业后到就业前，他用了100天去中南半岛各国，他还曾经剃度当和尚。对，他在分享他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其实重点这些活动都是希望大家能知道说，其实台湾以外，我们不管是台湾人或者是那边的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自己的台湾人出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拓展我们对于东南亚的一个视野，了解一下啦，对啊，因为前一阵子吵很凶，就是需要西进嘛。对啊，就是我们的建中生有多少的去了大陆那边的大学，对啊。可是其实东南亚正在发展哦。对啊，而且政府其实有南向政策嘛。是啊。可是好像大家不是很了解
虽然有这个政策，可是大家也说啊，好像想要搭顺风车，可是其实大家根本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容易啊，因为其实你今天要走出去，因为像我有些朋友也是台商，对，他们也是在那边发展，可是他们不可能放下工作回来告诉你该做什么，对，这很难呐、对啊。那当然，另外没有出去过的人在读了书，也不可能靠想象讲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透过书本，书本带回来的，那就等于是把那边的人带回来喽。对吧？就像以前老师讲的，书是一个哑巴老师，对，他会跟你说话，那等于是作者他写的东西就在跟我们讲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子可以做一件事情嘛，对啊。那你们有网站吗？有啊，就是相关资讯大家可以上网看。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找季风带这3个字就会找到我们。好，对啊。那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都放在，等一下会放在影片下方，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就是再深入的了解。对啊。然后我在想说，除了最近的活动几个重要的活动之外，未来还有打算规划什么样子的不同的讲座啊，或是就是未来，比如说未来1年，2019年有什么打算？其实我们未来一定会再想办法像我们现在有几个动作正在做啦，除了活动之外，像12月我们就已经预估了2场活动，一个是讲明年印尼要大选了，对，当然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对，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对，然后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影响到台湾，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想要找一些就是马来西亚的作者来去分享他的文章，对，那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活动的部分，对，然后另外一个书籍的部分呢，我们会把更多的新加坡或者是香港或者是马来西亚一些好的书籍带进来，因为现在有些书籍是华文书籍，对，可是有些英文书其实是更精彩的，对，而且其实像虽然成品可以找到很多原文书，可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然后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主题带领大家就是去选书看书，可能会有更多的启发。对啊，尤其像其实新加坡那边有很多的著名的文学都是英文写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最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啊，当然我们自己要先活得下来啦，对啊。请大家多多支持。对啊，谢谢。对啊。我其实也是觉得蛮棒的，因为当我现在知道有这个地方，其实我住的地方离这家书店非常近，所以我就以后知道我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吸收新的资讯，真的还蛮开心的。对啊，而且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有一些东南亚的经验，你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络。哦，这样子。对。所以素人也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所有不论是台湾人去东南亚，或是东南亚来台湾的人，我们都来交流咯。我们就是一个场地，这也是我们当时在决定要做一个书店的时候一个规划。因为之前我们把一个邀请一个作者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要找场地，可是找完场地的时候，我只能陈列他的作品。对啊，可是。你不可能把所有书都带去那个场地，不可能，对。可是就是变成是我们只能接触到一个小小的点，是，对。可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场地以后，他除了认识到这个作者，可能从他讲到的东西呢，可以看到整个图像，那就是要有一个店。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真的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地方。是啊，对啊，就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老板也是觉得，像有些其实这边真的有些书，欢迎大家来看看。对，因为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而且不见得你在通路上看得到。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有一点好奇的话，真的可以来这里看看，蛮不错的。欢迎来。所以我想问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诗、散文、小说之外，你们还会有什么特别种类的书籍吗？诗我们接下来会比较充实一些社会科学的例如说新加坡的政治或者是新加坡它的一些饮食文化。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
跟我们吃的非常像。对对，我们这边有龟仔屌，他们那边也有。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去吉隆坡吃到他们东西，他们槟城吃到他们东西，就说其实跟台湾很像。你去槟城根本不觉得出国啊。对，他们的庙甚至也跟我们长得一样，一模一样。还有三合院。对啊，很像。对，连那个台湾的房子早期，像那个在大同区，你们可以看到那个迪化街有很多房子很长，中间有天井、有造景那一种。其实槟城的房子就是那样。对。所以真的很怪，我那时候去，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出国。是啊。讲台语也可以通。可以，你不能用台语骂他们。对，他们会的话，搞不好比我们，他们也会客家话，对，还会粤语，还会潮州话，对啊。所以相对来讲，其实他们的语言混合度比我们更高。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东南亚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对啊，尤其是很多部分，像我觉得有些作品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跟我们有很像的地方。对。对啊。没错。那我想说在，影片的最后，店长有没有想要特别再补充一些什么？补充一些什么？对，我们明年的1月20号会是我们开幕。我们现在其实是属于试营运的阶段。这样子。对，那时候我们已经在酝酿一些活动了。对啊，就是我们会希望有台湾人跟马来西亚一起，马来西亚人或者新加坡人，甚至是所有东南亚的人都能够来一起同乐。对，会是一个小 party。对，小 party 这样子，我们正在企划这件事情，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好。对啊。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咯。对。好，谢谢。那就谢谢店长接受我的采访，然后也谢谢他今天提供我采访小薇的场地。这个书店真的很舒服。我很少可以去到一家书店，可以借洗手间，然后可以在里面喝饮料。对，没错。而且是很亲切的空间，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好，谢谢大家。谢谢。在看完了今天2段的特别专访影片之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哦。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还没有订阅影片频道的朋友们，也请帮我做订阅的动作。那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咯，拜拜。